哎呦，我的天呀，这 AI 进步速度也太快了，不行，这个我得想想办法，学习速度太慢了。Hello，大家好，我是 Aaron，今天我想带大家了解一款工具，叫 Obsidian，让它和你的 Language Model 直接打通，变成你的第二大脑，加速你的学习和各种研究的过程。我们来看一下。Obsidian 呢是一款用 Markdown 来记录你的思维过程和一些学习笔记的这么一款软件。有人可能说，那我有 Notion， 我为什么还要用 Obsidian 呢？Obsidian 提供了一种更好的将你的记忆 visualize 的方式，就是可以将不同的知识之间连成点，变成一个图，然后更好的帮你去记忆知识和知识之间的这个联系。更方便的一点是什么呢？ Obsidian 可以在任何 Markdown file 上进行这个操作。如果你在 Obsidian 上面创建这些 Markdown file 了之后，你甚至也可以把这些文件拿出去用在别的软件上面，非常的方便。这个工具呢是非常好用的，但是如果你自己再去整理这些文件，然后创建知识和知识之间的连接，是不是还是很麻烦的？AI 大神 Andrej Karpathy 他想了一个新的办法。最开始呢是 Andrej Karpathy 在 X 上面发了一篇推文，说了他关于 LLM Knowledge Base 的一个设想，就是让大语言模型来帮你处理你的文档和知识库，然后你只需要丢给他这些素材就可以了。之后他帮你整理好的这些知识库呢，你就可以去浏览，来发现知识和知识之间的连接啊，然后以及它们是如何相关联的，这样就是你减少了你自己去整理这些知识这个过程，就是提高了这个效率。从这个代码的层面来理解呢，比如说他用 Obsidian 这个工具，实际上就当成了 frontend， 就是一个代码的前端，就是看到的这个 UI， 你可以用 Obsidian 来发现这些素材，发现这些知识。然后Language Model 呢，就是实际的操盘手，他们来帮这个用户整理所有的这些素材。然后你的这些整理出来的 wiki 还有你原本的素材呢，就是你的 code base。我就根据 Andrej Karpathy 的这个想法呢，自己写了一个 skill， 并把它开源了。这个 skill 可以使得你自己的 language model 和你本地的一些文档连接起来，然后让 Obsidian 呢去 visualize， 然后你的任何的 language model 都可以和这个 skill 一起工作，无论你是 Codex、Gemini 还是 Cloud Code 都完全没有问题。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skill 是如何工作的。OK， 首先我们先去 GitHub， 然后找到这个 LLM Wiki Skill， 然后呢，我们有这个 Getting Started， 然后如果你没有这些 Python 和 NPX， 你可以自己设置一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下载了。就是npx skills add， 它可以直接安装到你本地的这个 agents 目录，就完全不需要再自己手动这个复制粘贴，然后你任何的 agents， 包括 Codex、Cloud Code 的都可以使用这个 skill 了。之后呢，我们推荐你使用一个工具叫 Obsidian Web Clipper， 这个是一个 Chrome 的插件啊，然后它可以直接把你想要浏览这个网页呢，给你迅速的变成 Markdown， 然后存到你的 Obsidian 的 Vault 里面去，非常方便，一键就可以完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些文章去把它给下载下来。然后这个你看到这是 Google 的这个新的模型 Gemma 4，就是在本地运行的这个模型。OK， 我们想把这个文章下载下来，可以直接看到这个 Obsidian Web Clipper， 然后我们点击它，你看它就直接生成了很多的这个资料，像 description 啊、title 啊，都写的非常详细，变成 Markdown 了。
然后我提前定义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在我的 Obsidian Vault 下面的一个地址，然后我可以把它直接 save 到这个地址。哎，然后我打开 Obsidian Vault， 哎，它就生成了。接下来呢，我们打开这个命令行，然后呢，在这个命令行上直接进入你的 Agent Client。我们这里就用这个 Gemini。我们先进入这个 Obsidian Vault， 这个是我的地址。你看到左边有一个 LLM Wiki 了，然后我们要进入这个地址。进入这个地址了之后，再运行这个 Gemini Client， 否则这个 skill 它没有办法完全起作用。OK， 它应该 load 这个 skill 了。之后我就让它把这个新的这个文档处理一下。然后这些会就是当你需要这个 skill 授权的时候，因为我是第一次创建，它没有这些 schema 和 index，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 default， 就是按照一开始给你的一个模板来处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创建各种文件夹了。OK， 这个是创建了一个 schema 的这个文档，这个是用来形成这个每一次 language model 操作的这个约束的。第一次运行的时候，时间是会长一些的，因为你要不断的去给它这个权限，之后再运行就会快很多了。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在用 Gemini 的时候，速度上会比 Codex 要慢一些 ，Codex 普遍要更快。OK， 这个工作应该是完成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实际生成出来的，这里面有 entities 和 topics， 对吧？然后如果我们想看它生成的这个 graph 呢，我们可以点击左边的 graph view。OK， 这个 structure 看起来非常好，你看它的概括也都非常详细，对吧？非常简洁。刚才说了 Codex 要更快一点，我们再实测一下 Codex。我们现在有 Meta 的新模型 MuSpark 出来了，我们看一下这文章，我们把它下载下来，同样的步骤，然后下载到这个 Documents。OK， 有了。然后之后呢，我们再进入 Terminal，我们还是在这个 Terminal 这个位置，然后我们 Launch Codex。OK， 我们就 process 新的这个文档。OK， 它找到了这个 skill。OK， 这个应该是结束了。就是Codex 运行的时候，它的 reason 的能力会比较强一点，它甚至会帮你 fix 你之前文档产生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来看看啊，这个 MuSpark 也生成出来了，非常 concise。这是这个什么 topic？Test time reasoning， 这个是从 MuSpark 里边得到的一个新的 topic， 很有意思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生成的 graph， 但是还是有问题啊，就是它还是生成了一些孤立的节点。对，就是如果我之后 lint 出来的话，它还会就是想办法去把这个给修复的。但是总体来讲，这个
这个效果还可以，因为 Meta 这个也和其他的连接到一起了。对，甚至呢，我们还可以有一些高级的功能，就是直接问 LLM 去把这两个 concept 对比一遍。哎，我们试一下啊 ，compare。啊，我现在快没有 token 了，所以建议大家使用 Gemini。OK， 它输出了一个对比，哎，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对比，给它这个保存起来，哎，就是，之后呢，等我们保存起来了之后，还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这个效果。OK， 这个文件保存好了，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在 comparison 这个地方看到了这个实际这个文档，哎，它列出来了这个 model openness， 对，还是非常详细的。它的这个内容比较精简，如果有比较深入的 concept， 它又重新创建新的节点，然后你可以把这个新的节点就是和其他的知识连接在一起。OK，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这个 skill 真的对你有帮助。我也将它留在了评论区下方，你可以去点击进去看看这个 GitHub repo， 也欢迎你在GitHub repo 上提出一些意见啊，甚至贡献。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